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徐炒币思考。经过几天的盘整，比特币从上次的这个47000进行了一个小的突破，突破上次的47000的这个阻力位，到达了48000。这是48000这个阻力位，48000这个阻力位它在这里进行一个盘整，但我认为它这个接下来的盘整就是要警惕，它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突破尝试，它目前没有好的交易量。虽然它这个整体一个形态已经进入了一个走势已经进入了一个上升的一个区间，但是目前看它接下来它进行下一个掉到我们47000这个区间，还接下来继续盘整，这个可能性非常之大。目前来说，市场对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期待的情绪就是有所反转，有所缓解，对我们的这个前期经过一个恐慌性的一个破盘，目前已经进行从前期的这个观望到现在的有一些期待，目前比特币的这个走势有所反转，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以才看到了这个比特币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小幅的一个拉升，目前看它，我们来看一下4小时线，目前看它只是一个上升再下来，然后再上升的这一个上升趋势的一个小的一个突破尝试。目前看它在这个区间，在48000这个区间的盘整，接下来的盘整会有一个时间比较稍微有点长的这个，最起码要有几天的一个盘整。目前它这个后市观望的情绪还在，并没有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情。我认为它在48000，在这个区间它的这个盘整需要一段时间。它接下来的走势可能极有可能就是说会有一个短暂的一个突破，但是会掉下来。目前从我们这个9月15号到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9月15号到9月16号有一个好的一个就是突破尝试，然后后来9月16号到9月17号到现在9月16号现在依然是一个在突破尝试中。目前的话看不到这个一个好的一个行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它现在是进行了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尝试，但是上方压力很大。我上次在9月13号的9月14号吧，那一次的行情里面已经跟各位小伙伴已经说了，我们就是说可以买入，你如果有钱是可以买入的。当时我已经说了可以买入，因为
现在就是说上次的行情是建议上车的，上次行情是建议上车，像上次我大概是在这个位置跟你说的，让你买入。但是如果上一次买入的话，现在已经也能赚几个点，的这个情况，但是利润并不可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这个整体已经进行了已经从最低点的从我们9月13号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一波两波，然后接下来就进行第3波的一个尝试。这是一个波，两波，接下来进行3波的尝试。我觉得它可能会短期可能会有突破，但是会跌下来。我觉得它走这个形态可能性极高。目前来说，我们可以观望，大概在下旬，在我们9月份下旬应该会继续往下，会继续在这个位置会掉到这个位置，我们47000到48000之间再接着下来盘整，它可能在短期接下来几天可能有一个小的突破尝试，但是它会接着跌下来这个区间。目前这就是比特币的行情分析，比特币的目前走势还依然是处于一个观望，还处于一个观望的一个情况，处于观望稍微有所缓解的这个状态。形态可以看看，但是目前来说这个风险不小，风险不大。目前来说比特币的风险不大，我们可以买入的，但是就是说你如果可以买入，从这个点这个点都是可以买入的，都是可以买入。但买入之后，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盈利。你如果短期卖掉的话是没办法盈利，但是如果说多拿几天，我们接下来就要下旬9月16号到9月25号、9月30号之间可能有一个小的回合，从9月下旬可能会接着会回到这个47000到48000的这个位置，但是如果你再拿一段时间的话，它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可能我们9月然后9月30号，接下来可能就要进行一个这个位置的尝试。可能会这个形态，所以我认为你最起码要拿到10月份，如果你在这里买的话，你也拿到10月份会有一个盈利，但是你现在买了之后，你可能接下来几天这个盈利并不大，但是如果前几天我在这里的时候跟你说，在这里的时候，你有些小伙伴可以看我上期或者上上期的这个视频，关于比特币的这个讲解，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当时我是建议你在这里位置是加仓的，你在这里位置加仓的话，你也有几个点的盈利，这就是我们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行情分析，也算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吧，短期和中短期的一个行情分析。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币，我比较关注的几个币种。当然一些币种虽然我不关注，但是它的这个粉丝也很多，所以这个投资者很多，也可以适当讲一下。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这个就是比特币的行情分析嘛。接下来看一下以太坊的行情分析。以太坊
首先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行情比较相似，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总体上ETH 的这个整体上也是进行一个突破，我认为这个以太坊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进行一个小的回调，进行一个小的回调，然后呢这个到37000的这个可能性很大，37000的可能性很大。目前来说，就要看它在这个支撑位是否能够站稳，这个支撑位还是比较强的能力，就看它能不能站稳。它如果能站稳的话，那么它这个行情是比较能期待的，这个位置，就看这个位置能不能站稳了，这是第一个支撑位，就看它能不能站稳。它如果能站稳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行情比较好。当然我在前几期的视频里面也有讲过，这个你可以在这个位置是可以买入的。目前可以看到ETH 行情还是比较能期待，还是比较能够期待的。首先它进行了一个3次的一个触底，3次的触底，3次的一个触底都已经站稳。还可以看到它这个3次触底，它的底基本上就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前期在这个位置买的话，也是风险不大的。当然在前几期有关于ETH 的时候讲过，你这个时候是可以适当加仓的。先来看，它这是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形态，这个 W 形态W 组合形态，这个形态比较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3次触底，目前来说已经进行了一个第3次触底之后进行了一波反弹，比较强势的反弹。可以看到它现在目前来说，它在这个位置，接下来嘛就看它能否站稳。我们这个325的这个支撑位，325这个支撑位还是比较强的，目前来看。接下来，我认为你在这里你如果说不是短期的投资者，你是一个就是中长期的投资者，我认为你在这里是可以买的。接下来它极有可能在这里站稳，站稳之后就是一个突破，然后接下来会进入这个，就看37000这个压力位，37000这个压力位，我们可以看到37000这个压力位有一定的抛盘，但是这个支撑，这个压力位37000这个压力位是可以挺过去的。目前来看这个 ETH 目前还是行情比较好，不用恐慌，行情比较好，不用恐慌。如果说你是做合约的，我认为你可以买入，可以小倍数的看多，小倍数的这个买多，小倍数，不能保证金要足够的情况下，因为它会有一个小的一个回踩的动作。我们来看ETH 这个很稳定，很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有几个币种，还有一个 BNB 目前来看，我之前没有讲过 BNB，
之前没有讲过 BNB，这次讲一下。BNB 也已经在尝试突破，但是 BNB 这个压力比较强，目前来看它想突破比较艰难。它的压力位在我们这个200日均线附近，也就是在450左右，450左右，这是它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目前它经过前面几轮的调整，从9月7号到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10天的一个比较中短期的一个调整。目前来看，它现在已经能够站稳了，现在能够站稳。现在看到能够站稳，它现在就要小幅震荡。现在 BNB 会进行一个小幅的震荡，不要指望 BNB 现在行情能有多好，但它现在已经进行小幅的震荡，接下来会进入我们这个418这个位置，418美金，然后接下来会接着震荡。到440，就看它能不能后面的行情好不好，能不能进行一个突破。BNB， 我认为接下来这个 BNB 的总体上涨幅，不是特别理想，盈利并不可观，不如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币种。我 BNB 暂时是没有买的。可以看到，它现在整体上是一个小的一个涨幅。现在它目前来看，在这个压力，在这个支撑位上面在这个支撑位上面还是比较稳的。它接下来它会进行一个回踩在421美金这个左右。目前来看并不用恐慌。如果说你是一个 BNB， 有些人比较喜欢 BNB 啊，比较看好 BNB， 但如果你是这类的人的话，你是可以加仓的，我建议你是可以加仓的。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合约用户的话，也是可以买多的，但是你必须要是一个长期的。你如果非常短期的操作的话，你是买多的，我认为你没意思。因为短期的话是这个实时要盯盘，实时盯盘的情况下，你是可以买空的。目前这就是 BNB 的这个行情。BNB 主要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虽然它整体上确实是整体上的趋势是在上涨，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但是接下来还会往下跌，在这个里尝试，就看它能不能站稳。能站稳的话，那就会往上走这个支撑位。但是如果它站不稳的话，它就会跌到这里，它就接着进行一个盘整，接着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盘整了。目前来看，它是能够站稳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接下来就是9月份下旬的行情了。9月份下旬的行情，我认为它会接着在这个区间是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行情。BNB，接着我们讲一讲这个爱达币吧。爱达币也是一个有很多这个投资者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币种。爱达币前期涨幅比较好。
爱达币也是，它在9月15日8点钟有一个这个准备突破，准备有一个尝试一波小的一个拉升，它当时的这个价格已经触底反弹，一个强的反弹，你看交易量非常之大，这就是它的底。它的这个压力位在这不断的，可以看到它从9月7号，也是从9月7号在这里2.2的位置，当时在这里有一波恐慌，当时我们上几个视频也讲到了，当时这一波是一个市场极端恐慌的情况下，有很多人在这里卖掉了。当然你在这里卖掉，你还是比较亏的，比较亏。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已经进行了3波尝试，但它整体趋势是往下的。上次爱达币我在上次的行情里面已经跟你说过，爱达币上次已经跟你说过它会有插针的情况，这里就是一个针，当时跟你说你要小倍数的买，最好是买永续合约买下跌，这是一个短中期的一个看空的一个行情，短中期看空，长期还是看涨，短期看空。目前来看，它这个已经进行了3波的盘整，是一个下降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态，下降三角形形态比较明显。3波，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接下来第4波的这个小的盘整，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走这个下降三角形的形成一个这么一个形态，下降三角形一个形态。可以看到它接下来它就在这个位置，就看它是否能够站我们这个支撑位，在2.14这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这个位置非常强，所以说不用担心它掉下来，这个位置是非常强的，非常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2.4的这个支撑位，2.4的支撑位是我们前期5月14号的一个买盘最集中的地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位。目前来看，它总体上虽然走在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中，短期看它是跌不下去，我们就要看它接下来我认为还是会有一波走第四波的一个尝试，但第4波这个行情接下来要到下个星期了。目前来看这个下个星期的行情，它依然会是继续一个盘整的一个情况，我认为它是接下来下个星期，它可能会掉下来，可能会走下面这个情况可能会跌下来，还是跟我上次的这个行情分析的情况是差不多的。上次已经说过了，它可能会走这么一个形态，可能会在这个区间里面接着盘整，然后再上来，就这么一个形态。爱达币目前前几天我已经说过了，你爱达币你暂时就
暂时没必要买，我认为你暂时没必要买。你如果玩合约的话，另当别论。我觉得你玩现货的话，暂时买这个币的意义不大，意义不大。但如果说你是玩合约的话，我认为你还是坚持上次的那个策略，就是说有一个中短期的一个看空，中短期的看空啊，极短期的话，极短期，你比如说几个小时级别的话，那是可以看多的，因为它要进行一个这个突破压力的一个尝试。你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买空的话，你就有可能被爆掉。但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买空，但是仓位不重的情况下，你是可以盈利的，这就是我们的策略。爱达币，爱达币整体上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币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币种，今天多讲几个币，因为之前我们那个分析。上次的分析，基本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走势啊，已经验证了我们的9月13号左右的具体日期我不记得，就9月13号、9月12号、9月14号这几天吧，有一个关于爱达币的行情，你可以看一下当时的行情分析。按照当时的行情分析，我们这个预测的话，基本上是正确率非常高的，90%左右，正确率非常高的。这个现在那个视频还在，你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XP 这个行情，因为这个整个市场前几的币种我都可以把它，前几的这个币种我们这个上次这个分析的这个线已经不适用了啊，上次这个线已经不适用，因为上次我们看的这个，我们这次看的4小时线，上次看的可能是比如说短期的线，所以这个是看这个线是不是？大家可以看我们如果想看上次的分析的话，可以看那个行情啊，还是依然在震荡。我上次就已经预示到它这个行情是一个震荡的行情，我依然坚持上次这个分析，上次的分析还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这个位置也是它的，就是这个一的这个位置是它的一个大多数人的心理价位。在前期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个一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位，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位。目前来看是我们下半年牛市的可能是它的一个心理价位，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区间震荡，目前来说 XP 还没有正式启动啊， XP 的行情还没有正式开始，现在它只是小幅盘整。那么你如果非常喜欢 XP 这个币种，有些人可能非常喜欢，比如韩国或者日本的这些投资者他比较喜欢这个XP， 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可以买入啊，可以买入的。如果说你是个中长期的玩家，现货可以买入。目前来看，它的走势现在还是一个盘整的一个形态，现在就看它是否能够突破我们的这个25日线，突破这个我们这个1.12这个支撑位，这个压力位1.12这个压力位，目前它处于我们的7日线的上方，现在整体上还是一个盘整的状态。我认为它接下来的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突破，跌下来小的突破啊，还是会下来，在这个位置继续盘整，在1.08这个位置左右，还是接下来在盘整啊，这是一个盘整，这个接下来会有一个比较，就是行情不是那么行情不是急涨急跌的这么一个行情，它会有一个缓慢的一个行情。所以买这个币不要指望它一天能涨几倍啊，一天能涨几%啊，这种。所以说你必须要
有个长期的打算。目前来说，它还会，你现在看它已经完成了4波的测试，完成了4波的测试，接下来它还会有测试的。它接下来它测试，在这个位置测试 1.08 左右的测试，接下来再往上涨，再往上再测试这个位置，再往上测试 1.15 这个位置。所以说，你如果买 XP 的话，你现在是个震荡行情，你如果想这个位置前期盈利的，或者说什么情况你都没有必要卖了。现在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的，比较稳，说不会跌，不会怎么跌，不会亏多少，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趋势。XP 就是主要是做银行支付业务，和很多的银行都有业务合作关系。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几个币种，SOL、Solana，看到没有？Solana现在已经，这是我上次的那个行情分析的情况。可以，我这个行情的分析的情况，你看是在我的上次行情分析，基本上在上次行情分析的整个一个区间里面这样。我就把这个条线已经画得很，这个行情的这个预测也画的也很好了，已经很那个，正好切合，你看到没有？正好在我们这个下方的这个走势线上面在拍上，在一个盘整，你看到没有？我这样讲这个视频的时候，它是什么时候？几天了？有几天了吧？所以它还是在这个行情线里面进行一个盘整，看非常。从上次的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就是说，这个预测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至少在90%左右，预测准确率90%左右。目前在这里行情在盘整。Solana，我上次就跟你说嘛，上次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跟很多人在说，要卖，对啊，要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要卖。上次的这个位置是多少？我记得是这个位置在讲的，是193，这个位置卖。你这个位置卖的话，你想想你现在你多盈利多少啊？193，多盈利很多啊。193到这个位置，20%多，非常可观啊。20%，你如果投资了100万的话，那就有20多万，这是非常可观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这个上次的我们预测的这个行情的各个指标，各个这个数值都是还可以接着用的。上次我画的这个 K 线，依然还在这个盘整，看到没有？准确率很高，依然非常高。我现在把它放大依然看，你看还是这个，基本上看到没有？基本上是在这个。接下来会走这么一个形态，我认为它跌下来的可能性很大的，这个掉到下面这个测试位，这个支撑位，接着再盘整。整体上，但是它整体上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盘整的一个趋势，主要下降的，整体上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现在买这个币其实不合算。如果说你非常喜欢这个币，不买不行，那另当别论，对不对？有些人就是这个始终，你要整体上还是下降的一个趋势。目前来看，可以长期的，最起码可以是一个中短期看空的这么一个行情，中短期看空的这么一个情况，可以买空还是按照我们上次的那个几天前的那个策略，小倍数小杠杆不要开太
太高小倍数的买空保证金买多一点，那么你是可以赚到钱的。你如果是现货的话，我认为你前期在这里已经卖掉了，那你是很爽的，很爽。我前期在这里做过一期，应该是最早的一期吧，你可以看一下当时的什么情况。当时我就在这里已经推荐你马上卖掉了。那卖掉的话，那你就算是你非常想买，在这里接回来，那你就也多赚多少，对不对？你在这里多赚20%多，20%多，你比如说投资是100万，前期你投资100万，在这里是120万，然后在这里你120万卖掉，在这里买回来，相当于你本金扩大多少倍？本金在这120万再冲回去，就相当于多少了，对不对？从这里再到这里又涨幅多少？现在这里又涨幅20%多，你知道这么情况吗？比如说如果再涨回前高的话，你有多少？你这120万再乘以一个1.34，那你的盈利多少嘛？你150-160万嘛，对不对？156万，接近。你如果前期在相当于156万，你120万，相当于应该有160多万。那么你在这里的话，你如果没卖，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卖，对不对？那你又跌回来，那你现在手里面还是100万，100万到这里的话，也就只有130万，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如果是120万的话，120万乘以1.34，写160多万，对不对？非常可观，差距非常大。你现在只是，然后如果说后期还要涨，这只是一个比较短的这一个道理，210美金的话只是一笔短行，后期它还要涨的，后期它会从这个区间面接着往上涨，比如说从这个情况下接着往上涨的话，那你可以见你这个投资就从120万开始算起，你想想你后期多少？这完全不行，这是这个涨幅非常可怕的。所以说前期在这里的这个预设这个策略是非常正确的，可能好吧，我们这个索纳拉这个品种就讲到这里，索纳拉值得长期关注。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什么币呢？波卡吧，波卡，我是按照市值来算的，市值来讲的。波卡我前期也讲过了，波卡是可以买的。从这个位置波卡我们是在什么时候讲的？我记得我在这里做过一期视频吧，在这里做过一期视频，当时我就让你们加仓。上一次视频如果看了我的这个视频的分析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小伙伴可能会在这里加仓的。加仓的话，你现在已经赚了。我认为现在它是一个，我认为它现在是一个短期近几天会下降，但是接下来还是会上涨。但是这个趋势非常，这个从这个形态上面很容易看出来，很容易看出来。那么你在这里是可以加仓的，在这里是可以加仓。接下来它这里是一个加仓的一个点，当然我说的是现在说的是一个现货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第一加仓点，可以少量加仓。当然说如果说你前期子弹已经拿的比较够的情况下是可以加仓的，就是子弹就是说你已经还有子弹的情况下加一点，它加下来它会跌到大概这个位置，然后它会涨，它会回来涨到这个位置，然后接着会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
目前来看，它这个在这里的这个突破，上次我就跟很多小伙伴说过，它会进入这一个趋势37这个位置进行一个突破尝试，它突破之后立马会下盘，因为它这个的支撑这个压力比较强，整个这个压力比较强，抛盘比较大，压力比较强，抛盘比较大的情况，那 K 线也是比较明显，抛盘比较大，压力比较强，抛盘比较大，对整个小伙伴对这个币种的期待并不高，没有其他几个币种期望值高，所以它抛盘是比较大的。抛盘比较大，所以说现在它已经进行了1波、2波、3波的爬升，3波爬升测试看能否支撑，能否去这个突破这个38这个压力位了。接下来这是一波，会走这么一个形态，所以说你是可以加仓，我认为在这里你可以加1/4的仓位，回到这里加接下来的1/2或者说3/4的仓位，然后到这里加剩下的1/2的仓位，那么你接下来你会有一个盈利，但是这个盈利你别指望能盈利多少，整体上这个币的这个，因为它的观望情绪比较高，然后并不是一天能涨好多倍的这种币种，能涨多少的这个币种，知道吧？所以说比较考验人，这是波卡波卡的行情就是这样，我本人没有买什么波卡。接下来我们看 DOG 狗狗币，狗狗币我上次已经跟很多小伙伴已经说了，上次我有做过一期的狗狗币的行情，当时我已经说狗狗币是一个盘整向下的一个趋势，当时我就给你预测了，这个从我们上次预测是非常准啊，预测的准确率达95%以上，接近100%了吧？按照上次我的预测是接近100%，上次而且我还给你一个策略是跟你讲过，就是说买空小倍买空，因为它会有插针的，这是插针，看到没有？插针，到处都是插针，所以说你的杠杆开的太高的话，非常容易爆掉，你看这插针非常明显，看到没有？它在跌的情况下突然一个插针，所以说你肯定会爆掉的。我们整体趋势是看空，长期也是一个中期的看空情况。你不要看它这个趋势是这个趋势仿佛是这个下，这个趋势你不要以为它这个趋势是上升了，它这趋势是诱惑你的，它这趋势我跟你说，它这个趋势绝对是，我认为它是
接下来会走到这个位置，再走这个位置，再往下，知道吧？然后跌到这个位置，接着盘整，看到没？然后跌到这个区间，盘整，是一个盘整下降盘整的一个趋势，所以暂时不要买这个币啊，不要买狗狗币。我手上我前期是买过的，前期在这里买过，在这买过，然后在这里赚了200万，在这里买过，在这里赚了200万。所以说然后你这个现在你就狗狗币，我认为你不要买了啊，不管你手里面，你如果手里面有子弹，你又非常想要这个币，实在不舍得买，那我认为你是可以拿，因为你实在是，如果我自己的话，我会把它卖掉。如果说你是非常想拿着，特别喜欢狗狗币，对不对？狗狗币那个表情多可爱呀！如果说你非常想拿，那么你就拿着吧啊！但是我认为你至少要拿几个月以上才能看到这个盈利。就是这么个情况。如果说你是做合约的，你是可以小倍数的买空，小倍数买空。这是狗狗币的情况啊，狗狗币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个什么币呢？按照市值来讲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NUNA，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上次我应该讲过这个 NUNA，我说你可以卖一半，对不对？在上次我是在这里讲，反正就在这个位置买，讲过这个币，在这个位置，当时我让你们卖，对不对？很明显，当时我也跟你说了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你虽然看这个趋势仿佛是往上涨的，但是我跟你说它这个涨幅会盘整，然后再往下跌一点。虽然说 NUNA 这个币，虽然说它整个它的这个趋势很好，趋势整体上你看很漂亮的，这条线很漂亮，这条线很漂亮。我认为它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接着盘整，接下来会接着盘整。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币种是可以适当买一点的，适当买一点，这个币接下来在这接着盘整，然后有突破的情况，它会在这个区间接着盘整，然后突破。情况就是这样。还用 A 这个币，比较好的一个币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Uni。Uni 是以太坊上面的去中心化交易所。目前来看它是会它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进行一个盘整的一个情况。对于它来说，突破的可能性很艰难，但是整体上是一个看多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你是做合约的话，小倍数看多。当然说，如果说你是买现货的，在这个位置是可以买的，这个位置是可以买的，很安全，没事，很安全，可以买。短期看行情，短期看这个它的盈利并不多，那么长期看它的盈利其实还可以，还是可以的。因为你整体上它进行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横盘，非常强的一个横盘，非常强的一个横盘。非常强的横盘，接下来会在这里接着横盘。Uni，看一下其他的几个Avalanche 上次在多少的时候？上次我就跟你说嘛，要买 Avalanche 要买的。上次我是在这个位置，应该9月13号左右吧。这个位置跟你讲，跟很多小伙伴要讲这个币要买，要加仓，加一部分仓位来加仓。在这个位置我跟你说了，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点了卡住了。
在这个位置是加仓，你可以看它整个趋势也比较好。接下来会在这个趋势，会在这个区间不断的盘整突破。上次我们看到它已经有一波小的突破尝试了，这里我们9月12号一个突破尝试，突破失败了，可以看到这个突破62这个位置也是我们上半年的一个高点，所以说遇到上一年的一个高点，它的破盘很大，很多人看到就是回本了，立马就卖掉了，破盘很大。这里你看这里破盘非常大。抛盘非常大，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币种，你如果想买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是可以买一点点啊。你如果说你担心它飞了，那你在这里是可以买一点点。当然，我认为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它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也可能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位置，都是比较好的买入点，保证你能够盈利的。目前来看，Avalanche我认为它有一波行情，Avalanche。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币。有小伙伴说这个阿童木。小伙伴说阿童木。阿童木总体上这个线也非常漂亮。如果说你是买了现货，我认为你可以拿住的，你可以拿着挺好。我认为你是可以拿着挺好的。阿童木在我们的9月8号，整个行情暴跌的情况下，它有一个突破。碰到我们的26这个支撑位立马反弹，而且弹得非常高，立马反弹。然后碰到我们这个30的支撑位又立马反弹。
结果它这个反弹的趋势被打破了，跌破了它这个反弹的趋势。上次反弹的趋势应该是36，跌破了，跌回来了。我认为它接下来会有一个横盘的一个情况，就在这里横盘的一个情况。那我认为你如果上次在这里卖，在前面都没卖的情况下，我认为你就不要卖了。目前来看是这个横盘的情况下，是一个横盘的一个情况。目前来看，它还是会在这一个区间里面横盘到这个位置的可能性比较大，横盘到了30的这个位置可能性比较大。再横盘，然后如果说它跌到这个29，那么你可以买的，可以买入了，加仓了。就在这个位置，阿童，现在它是下方，这里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位，28这里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支撑位。我认为它现在前期你看前期它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它已经打开了一个上涨通道。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上涨的。这是一个上涨的通道，很漂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通道，但是它这个上涨通道没有维持好，已经破了，所以它现在进入了一个横盘的一个状况，而且是一个横盘带跌的一个状况，横盘小跌的一个情况，横盘小跌挺好，横盘小跌你可以多买点币嘛，对不对？多买点币，那目前来说没必要卖，拿着吧。阿童梦，我们就今天讲了好几个币种，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币种可以讲一讲，但是还有好几个币种可以讲，但是呢，
币种实在太多了，还有好几个币种，哪几个币种？现在只讲了前面的10个币种，只讲了10个币种，11个、12个币种，后面好几个币种。我们后面比如说这个 ICP， 对不对？马蹄，对不对 ？Filecoin， 对不对？这都是我想讲的币种。ETC 也可以讲一讲 ，Algo 也可以讲一讲。XTZ 可以讲一讲。Iron 的也可以讲一讲，都是很好的币。EXS 也可以讲一讲。NEAR 也可以讲一讲，都是挺好。FTM、BTT、Sushi、One，Zen 都可以讲一讲。好吧，这期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讲了有12个币种，就这样。希望大家喜欢，感谢大家支持，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支持，拜拜。